满身大 logo， 高饱和度的刺绣，生怕别人看不见的高奢爆款。你以为这是有钱人的标配，其实在真正的顶级精英圈子里，这种穿搭有一个心照不宣的标签，叫做视觉创伤。 So, I hear you've made an enormous faux pas and everyone's laughing up their sleeves about your date. What? Why? Why? Because she's brought a ludicrously capacious bag. What? What's even in there? Huh? Flat shoes for the subway? Her lunch pail? 对不起了 Burberry， 拿你当一下反面教材。听到这里啊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，天哪，时尚圈和老钱阶层也太刻薄、太装了吧？别急，我在这儿先自首。我想起我自己几个月前去纽约参加 Wear One 和各大时装周发布会的时候啊，因为要装设计师的画册、iPad， 还有各种看秀资料，还有相机啊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我当时呢也大摇大摆的背了一只 Birkin 35，结果到现场一看，对比那些两手空空只拿个小包的名流贵妇，我瞬间反应过来了，完了，这不就是Tom嘴里那个背着装满平底鞋和便当盒的高级劳作打工人本人吗？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真正掌握社会财富的那1%的顶级老钱或者高知阶层，出门穿的越来越平庸，没有任何标签，甚至普通到像是在优衣库随便抓了一件的基础款。千万别以为这只是有钱人在装低调，更别以为他们是因为经济入冬的消费降级。越有钱穿的越简单，背后藏着一套极其残酷的经济学、心理学和服装工业密码。今天我就以一个在纽约时尚圈摸爬滚打15年的设计师身份，帮大家彻底拨开这个阶级的伪装。Well, 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时尚本该好懂，穿搭本该轻松。我是纽约设计师，把秀场的天书翻译成你的日常，先赞后看，好运不断。那上期视频呢，我们聊到了 Gucci 批发暴跌34%。除了这个话题呢，粉丝投票最高的一个选题呢，就是想看为什么越富有的人穿的越简单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不聊虚的穿搭技巧，直接上手术刀，从3个维度把这个社会现象聊个透。第一部分，经济学维度的反向信号论，谁在急着自证？首先，我们从经济学上聊一个最扎心的概念，叫反向信号论。在过去，奢侈品的 logo 是划分阶层的工具，但当高奢品牌为了割年轻中产的韭菜，大量推出400到1500美金的爆款腰带、老花包，让精致穷群体咬咬牙也能全身印满 logo 的时候，这个符号在真正富有的人眼里就彻底贬值了。新钱需要高声炫耀，但老钱只需要低调识别。当满大街都是双 G 腰带的时候，真正的顶级精英为了把自己和拼单名媛区分开，他们会主动剥离 logo， 他们转向了毫无 logo 但极度挑剔材质的顶级定制，或者极简基础款。那些疯狂追逐爆款、渴望用大 logo 武装自己的人，往往处于社会上升期的身份焦虑中，他们需要用外物当铠甲去换取社会的入场券。但真正富有的人呢？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价根本不需要靠一件衣服来背书。当一个人不需要靠衣服来抬高身价的时候，衣服就回归了它最本真的功能，舒适、得体、高效。他们敢穿得像路人，因为他们根本不需要向大众证明什么。这个很简单的，假如说有一个超级富豪马斯克那样的人，那你觉得他还会在意自己穿什么，然后在意别人的眼光来评价自己到底有没有钱吗？他肯定是穿最简单、最舒适的，让他决策时间最短的衣服。这个呢就很好理解了。第二部分，心理学维度的认知宽带，能量是比爱马仕更贵的奢侈品。第二个原因呢，是心理学上的决策疲劳。很多人以为有钱人的生活啊，是每天在衣帽间里搞时装秀，其实完全相反。你看乔布斯永远都是黑色高领衫，扎克伯格永远都是灰色 T 恤。这两个例子啊，我感觉在互联网上被博主都说烂了。那我再说一次啊，这些站在金字塔顶尖的人呢，每天一睁眼啊，
要决策数以万计、数以亿计的资本走向。他们的认知宽带和精炼是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奢侈品了。如果每天早上还要花20分钟去纠结今天这件高饱和度的外套该配什么鞋，这个夸张的刺绣会不会显得不够稳重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其低效的精神内耗。越高效的人越倾向把穿衣这件事自动化，把衣柜精简到只有黑白灰蓝剪裁干净的基础款，在0.1秒内完成体面的穿搭。这种看似无聊的简单背后，其实是对生活、对能量绝对的掌控感。第3部分，设计学维度的骨相审美，皮相易修，骨相难造。最后，作为设计师，我从服装工业的底层逻辑来带大家看一看，为什么有钱人要的简单反而更贵。在服装设计里，极繁主义、大刺绣、大图案是皮相审美。说句业内的大实话，浮夸的设计很多时候是为了掩盖版型结构的不足和面料的低廉，靠视觉刺激吸引你，你就不会注意到它走线顺不顺，剪裁合不合体了。而有钱人穿的简单，是对服装骨相的极致挑剔。一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纯色羊绒衫或白 T， 没有任何配饰帮你转移注意力，它所有的视觉体验完全取决于它的落肩斜度、领口弧度以及在光线下的自然光泽。这种衣服用的是顶级天然纤维，或者是极高科技的功能性面料。它不需要 logo， 它垂坠在身上的流线感就是最顶级的视觉语言。这种骨相审美不仅比铺满刺绣的衣服更耐看，而且在工业制作中其实成本更贵，工艺要求也更高。那有一个现象呢，我要再说一遍呢，其实在服装设计师里面，他领工资最高的是版型师。这个呢，在我的视频中我已经举过好几次例子了，那老观众呢肯定听我说了不下3遍了。所以呢，总结下来你会发现，中产消费的觉醒和有钱人审美的精简其实走向同一个终点。穿的简单不是妥协，而是衣服不再能定义我，而是我在定义衣服。2万块的 Gucci 暴跌，是因为大家看穿了情绪消费的泡沫；几百块的优衣库被高知混搭，是因为它提供了极致的底层科学。真正的奢侈从来不是穿在身上的符号或者溢价严重的 logo， 而是你坐拥巨大财富和底气时，那份无需向任何人证明自己的最高级的自由与松弛。聊完设计学，我再跟你们说一个在美国时尚圈和精英阶层里几乎天天在发生，但很少有人敢在台面上挑明的不成文规定。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残酷的视觉潜规则，越底层的人往往穿得越花里胡哨，越紧绷，颜色越高饱和。而真正处在社会顶端的阶层，他们的衣柜基本被3种颜色统治了：米色、beige、白色和深邃的藏青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圈内人常说，懂的都懂，颜色其实是阶级属性的。那我要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呢在做设计的时候，然后呢上边 VP 他们就要我们最近的底色都要用米色的，然后拍照啊就给模特选那些背景都是米色调、白色调的。然后我老板呢就开玩笑说 I'm so tired of white and beige，就大概大家就能猜到，其实这个东西呢，设计行业里面还有整个就是在美国生活久了，就是大家就是心照不宣的，就有一种从颜色来划分阶级的这样一种感觉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直接从现代艺术的画作和视觉发展史里面找答案。那我前段时间呢，还和一个朋友啊，就是他在画廊里面工作，然后他就带我去看了一个现代一个画家，就是当代艺术画家的一个展。然后呢，他就跟我说，他里面画了很多女性啊，就是那种底层啊，或者是下中产一些的，就是女性的这种形象。然后他就专门运用了很多大块的，就是非常花哨的那种色块。然后呢，就想表现，就是从视觉上就能表现出它的阶级感呢。那这个呢，也是在
多次在这种艺术作品中体现出来呢，从而呢也看出了其实这种就是这个理论还有这个现象呢，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，很少有人说明白，但是心里啊都明白的这样一种感觉。因为他们知道色彩的最高境界不是你在人群中有多刺眼，而是你站在那儿就拥有一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松弛与贵气。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，现在越来越流行的就是那种 effortless chic， 毫不费力的时髦感。中产消费的觉醒和有钱人审美的精简，其实走向了同一个终点，穿的简单不是妥协，而是……如果你也认同这种清醒的消费观，记得关注我。时尚本该好懂，我们下期再见。